傳說中的天狼星人是否真的存在？冬夜的銀河下，大犬座方向那顆最明亮的星辰總會攫住視線天狼星的光芒，穿越 8.6 光年，曾被古埃及人視作尼羅河泛濫的預兆，被中國人寫入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，卻在非洲馬里的懸崖之上編織出跨越千年的外星訪客傳說。2025年11月，人類學家萊爾德·斯克蘭頓在《道根秘傳科學訪談》中的斷言，讓這個原始部落的秘密再度震動學界。多貢人那些用古埃及詞彙描述的天文知識，或許是文字誕生前的宇宙記憶，而記憶的源頭指向一種名為諾姆 （Namo） 的天狼星智慧生物。多貢人的村莊嵌在馬里綿延150公里的懸崖峭壁間。尼日爾河的流水滋養着這個40萬人的部落，他們沒有文字，卻在沙地上傳承着精準的、驚人的天文圖譜。長老用樹枝劃出母星 Sagittolo 天狼星 A 的軌跡，再點出一顆肉眼不可見的微小種子 Potolo， 說它每50年繞母星一周，由地球上沒有的重金屬構成。更令人瞠目的是，他們口中還有第3顆星 Amyotolo。傳說中的天狼星 C， 其引力範圍內的行星拿陀羅上住着生物，而 Potolo 上的諾姆正是傳授這些知識的使者。1931年，法國人類學家馬塞爾·格里亞爾首次深入這片懸崖，用15年同吃同住的時光換來了多貢人的信任。在部落最高祭司的密室裡，他見到了古老壁畫，2艘長條形飛船劃破夜空，1艘墜毀爆炸，另一艘着陸後走出2位半人半魚的生靈，鱗片覆蓋皮膚，隨光線變換青綠，尖下巴配藍眼睛，身後長尾挺直，這便是諾姆。祭司的口述更完整了這段史詩。數千年前，諾姆兄妹從天狼星降臨，在部落故鄉今馬里東北方疑似古埃及區域，傳授曆法、農耕與天文。臨走前留下預言，當 Potolo 完成10次公轉，天空將再現我們的身影。1956年，格里亞爾去世時，25萬多貢人為他舉辦祭司級葬禮，印證着這份信任的重量。這些傳說並非孤立存在。多貢人描述宇宙的14層結構，與古埃及墓室壁畫中上下中3界的宇宙觀隱隱呼應。他們360天曆法的節氣劃分，竟與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的農耕週期吻合，甚至上部落與下部落的劃分方式，都能在埃及古王國的行政區劃中找到影子。斯克蘭頓在研究中發現，多貢語中星星 Tolo、軌道 Nyoma 等詞彙與失傳的古埃及世俗體文字存在同源關係，這讓19世紀天文學家傳授知識的說法不攻自破。畢竟沒人會用早已消亡的語言講解天文。當天文學家用高精度望遠鏡對準天狼星時，這個被神話包裹的系統露出了殘酷的真相。2025年3月的觀測確認，天狼星 A 是一顆質量為太陽 2.063 倍的主序星，光度相當於 25.4 個太陽，而伴星天狼星 B 則是一顆直徑與地球相當，質量卻堪比太陽的白矮星。每立方厘米物質重達數百噸，表面溫度高達 2.5 萬攝氏度。這對宇宙五者相距僅20個天文單位，恰是天狼星 B 數百萬年前紅巨星階段氦閃的影響範圍。那場爆發的光度曾達太陽的420倍，足以氣化周圍行星的大氣層。多貢人傳說中，諾姆是2棲生物的設定首先遭遇科學狙擊。液態水是2棲生命的前提，但天狼星系統根本無法提供穩定的宜居環境。2025年11月發現的 TOI-2267 雙星系統雖孕育了2顆類地行星，但其宿主是溫和的紅矮星，行星通過3:2軌道共振維持穩定。而天狼星 A 的宜居帶遠在5天文單位外，此處恰好暴露在天狼星 B 的氦閃輻射中。若退到20天文單位外躲避威脅，表面溫度會降至零下200攝氏度，液態水將永遠冰封。更致命的是引力混亂。計算機模擬顯示，天狼星 A 的强引力與天狼星 B 的致密质量形成漩渦，行星軌道會像失控的過山車，表面溫度在數百攝氏度與冰點間劇烈波動。
即便存在僥倖存活的行星天狼星 A， 僅2億年的年齡也無法支撐生命演化。地球用了38億年才孕育出人類。NASA 2025年的研究更證實，智慧文明的誕生至少需要10億年的穩定環境。這就像在剛熄滅的火山口尋找參天大樹，先天條件便已注定不可能。至於多貢人提及的天狼星 C， 天文學家便利 JWST 傳回的深空數據，仍未發現這顆幽靈星的蹤跡。目前所有觀測都證實，天狼星只是一個雙星系統，所謂的第三星與半星行星更可能是傳說的演繹。那麼，多貢人的天文知識究竟來自何方？答案藏在文明傳播的縫隙裡。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900年就發明了閏日曆法，而多貢人至今沿用無閏日的360天曆法，這說明兩者的文化交流早在文字出現前便已中斷。或許是遷徙的古埃及部落將原始天文知識帶到西非，經多貢人代代口述得以保留。更關鍵的時間線浮出水面，1844年，天文學家貝塞爾已通過數學計算預言天狼星伴星存在。1928年，人類首次觀測到天狼星 B， 而在1931年格里亞爾正式接觸多貢人前，西方傳教士與商人已在西非活動數十年。這些人或許在交易或布道時，隨口提及了天狼星有顆看不見的蟲星，被沒有文字的多貢人納入口述史詩，與祖先的遷徙記憶、自然崇拜結合，最終演化出諾姆造訪的神話。這種知識神話化並非個例。對全球12個原始部落的研究顯示，當面對無法理解的外來知識時，先民總會用神話賦予其意義。見到鐵製工具，便傳說神明帶來雷電之火；聽聞地球繞太陽轉，便創造太陽神駕車的故事。多貢人將天狼星知識與諾姆傳說綁定，本質上是用熟悉的信仰體系為陌生的宇宙規律尋找解釋框架。當天狼星的光芒再次灑滿夜空，我們終於能看清這個傳說的本質。它不是外星訪客的證據，而是人類認知宇宙的活化石。多貢人在沙地上勾勒的星圖，既是古埃及天文遺產的碎片，也是先民對星空的樸素追問。那些關於諾姆的壁畫與口述，恰如一面鏡子，映照出人類面對未知時的好奇與敬畏。2025年 TOI-2267 系統的發現告訴我們，雙星系統中卻有可能孕育行星。JWST 的觀測計劃也在向更遠的宇宙深處探尋。或許有一天，我們真能在某個恆星的宜居帶發現生命痕跡，但就目前的科學證據而言，天狼星人只存在於人類的想象中。但這份想象從未褪色。從伏羲女媧的蛇身傳說到多貢人的諾姆史詩，人類對天外智慧的好奇始終如一。正是這份好奇，讓我們造出望遠鏡，穿透星雲，讓旅行者號攜帶金唱片駛向深空，讓每一個仰望星空的人追問我們是否孤獨。天狼星的傳說終會被科學釐清，但它所點燃的探索之火將永遠在星海中燃燒。畢竟，解開神話的最好方式，從來都是用知識與勇氣去觸碰更廣闊的宇宙真相。